团泥作坯，烈焰灼青，深浅浓淡，成于天意。在龙泉，山是清的，水是清的，龙泉人手上的瓷也是清的，水火气气而土和，青瓷是水火土的结合，优质的原料，精湛的制瓷技艺，成熟的烧成技术，三者缺一不可。李振是龙泉李氏青瓷李生和的第5代传人。万般皆不去，唯有艺随身。除了手艺，什么都带不走。这是我们李氏家族口口相传的家训。到我这第5代100多年了，可以说这100多年过程当中，这一份千年文化养活了我整个家族将近200号人。最初是为了生计，为了活得更好，后来才慢慢的爱上了它，到最后是一份责任。文化为魂，青瓷为骨。李振创作出了《马如游鱼》《春满江南》《万象更新》等代表作。接下来，他要为青瓷注入新的元素，元神的圣遗物，来心余响。制胎是制作龙泉青瓷的第一步，将瓷土和水按照一定比例制成胎泥。揉好的胎泥被放置于旋轮中间，拉坯机飞速旋转，泥团被反复揉合推压，涌泉之展慢慢地在李振手上重塑成型，这便是拉坯成型。另外4件器物形制特殊，得采用模具成型的方式来制作。泥浆注入模具内，在时间的作用下慢慢变硬成型，脱模取出后便是完整的坯体。要把表面全部修平整，厚薄呢也要修均匀。等坯体晾干之后呢，我们龙泉还有一道工序是要素烧完了之后，然后再上釉。釉是青瓷之魂，将来自龙泉的紫金土、瓷土、黄长石和其他原料按一定比例进行配置，便是特调的青瓷釉水。浸釉呢，它是一个最基本的施釉技法，抓稳坯体，快速进入釉浆中，利用坯体的吸水性，使釉水均匀地附在表面上。青瓷呢，它讲究是薄胎厚釉，而且要通过多次施釉上釉，才能烧制出如冰似玉的那种质感。但是青瓷最后的这种成色呢，它还是需要看烧窑的结果。烧窑遵循天时地利人和，在古代，窑工们为祈求烧出一窑好瓷，会在开窑前举行祈福仪式。龙泉有特别的矿石可以烧出青色，但能否烧出想要的颜色，全凭运气。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呢，釉水它一直是流动的，那器物的边缘呢，它的釉就会慢慢的变薄，纹理呢也会有些被釉水给慢慢的填满了，成品的釉色也好，纹理也好，会受到一定影响，不确定性非常大，所以经常整窑烧坏了，坏了之后就只能砸呗。第一次在烧制魂香之花的时候呢，这个花瓣被烧黑了，因为这个坯体里头的泥浆，另外的一些原料呢放多了。第2次所用的釉水配比稍有不同，烧成的青瓷偏绿泛白，与来心余响的颜色相差较远。历经3个月的反复试验，第4次开窑，等来了这套温润如玉的来心余响青瓷。但在李振看来，胎釉配方还可以继续改良，烧出更动人的青色。
李振的手艺得益于1000多年历史的龙泉青瓷文化和成千上万件古瓷标本，这些都是我们做瓷人最好的老师。通过分析这些古瓷残片，仿古临摹，希望后人能少走弯路。借由匠人的手，胎泥变成了神态独特的器型，釉水在高温下煅烧，形成粉青色，再加以配饰，就是青瓷为主的一整套作品。来自陈玉谷的来心余响，同样是前人留下的物件。悠悠气息萦绕的花，系在茶树细梢上的叶子，温润的耳环，作为祭祀肇事凭证的玉佩，不断涌出清泉的茶盏，或许能从中窥见过去的光景。那时，陈玉谷的河岸边种满了茶树，每年茶花飘香的日子里，俏英庄会举办奉茶典仪。后来茶树的枝条被折下，茶香也从陈玉谷传到了许多地方。很多人爱用青瓷喝茶，汤色看起来也更美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跟元神合作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让更多的年轻人、青少年来学习传统文化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传承与发扬，它是一个慢工，我觉得应当以万物为师。李振的愿望是开一家青瓷博物馆，现在已经实现了。李生和青瓷博物馆是一部微缩的龙泉青瓷史，里面有1000多岁的5代直壶，700岁的南宋青釉茶碗，这些都是李振一件件收集而来。漂亮是没有文化的沿袭，你可能流行了3年，它就烟消云过了。而美呢，是需要滋养的，是需要有文化积淀的。青瓷美在它蕴含的文化，这一份文化支撑着青瓷代代流传，100年后依然惊艳世人。万般青绿，自成一色，气出东方，守护非遗。